中央确定全国10大城市，北方仅2座城市上榜，南强北弱格局明显。我国最新10大城市公布，北方只有2座城市上榜，南强北弱的经济格局明显浮现，我国各地的差异化发展状态更加显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南方上榜城市。排名第一的是上海。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位于长江和黄浦江入海口处，东部面向东海，十分适宜发展外贸。上海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创新，其工业以新能源、生物产业、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为主。深圳是国家计划单列市、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之一。该市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城市，该市吸引了大量的创业人群，这部分创业人群也推动了深圳的创新发展。深圳将新材料、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海洋经济、高端装备制造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成20个产业集群。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金融、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该市位于中西结合处，是长江上游唯一一个汇聚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的超大城市。重庆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我国最大的汽车产业集群，还有装备制造、化工材料、能源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历来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民营经济十分活跃。广州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广州50%的进出口和40%的 GDP 与税收，还提供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以及70%以上的创新成果。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州都市圈，在我国6个成熟都市圈中位列第一。成都是四川省会，是我国重要的高新产业基地和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是一个十分宜居的城市，它同时也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当地已经形成了5大支柱产业，分别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武汉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武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同时该市有完整的钢铁、汽车、化工、冶金、造船等工业体系。因此，湖北的各类发展要素基本都向武汉汇集。该市是外资投资首选的中部城市。杭州是浙江省会，该市主要的经济支柱是文化、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2023年，杭州的 GDP 为20059亿元，成为浙江唯一一座2万亿城市。这其中，数字经济贡献颇大。东莞是广东地级市，是广东地区的交通枢纽以及外贸口岸，有世界工厂的称呼。东莞以强大的制造业闻名于世，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制造业的产值能够占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目前，东莞已经形成了包括电子信息、纺织、家具、食品、化工等的现代工业体系。2. 北方上榜城市。北京是我国首都，也是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而且北京高校云集，培养了众多科研人才。2022年，北京的科研投入强度达到了6%以上，这些投入为北京换来了大量的经济贡献。早在2017年，科技创新对北京经济的贡献就超过了60%。同时，在北京的各大产业中，目前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已成为2大支柱产业。全市数字经济占比超过40%，金融业占比超过20%，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特征十分明显。金融和数字经济之外，北京作为自贸区和示范区的地位，也为其经济发展出了不少力。2020年9月，我国19个自贸区落地北京，与2015年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一起，成为促进北京服务业发展的双区。而在疫情蔓延期间，北京的工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尤其是医药行业、集成电路等。而且北京的制造业的含金量比较高。2021年，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近1.1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近1万亿元，其增速分别为14.2%和14%。天津是我国直辖市之一，从古至今都是战略要地，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促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开放门户以及航运和物流中心。该市的天津港是天然良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节点。2022年的货物吞吐量4.7亿吨，天津传统产业较多，
近些年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速放缓，该市的主要经济支柱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现在金融业也逐渐成为天津的支柱产业之一。3. 我国为何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我国南强北弱的局面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往上追溯可以追溯至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南强北弱局面的形成也与改革有关。改革开放使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存在2股推力，一是政策，二是市场化的自发演进过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类经济特区的发展初期，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推进，而且南方本身经商气息浓厚，市场化的演进过程高于北方，两者相加，南北方的差距也逐渐拉开。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链条，才能促进自身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接轨，使外资和技术逐渐由沿海进入国内。从南方开始，中国的开放程度和改革程度逐渐加深，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加快，极大地刺激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规模化发展，使南北差异进一步拉大。